大家好啊！昨天介绍缅甸7.7级地震的时候可能话筒后来出了问题了，我自己做了半天无用功就是一个接拍了后边。那么我们继续聊一下缅甸的地震我做了一些新的素材。那就是时间呢，就是昨天的12点50分当地时间，缅甸中部发生了7.7级的强烈地震。那地震的中心就位于我们红色标出的这个区域，在北纬就是22.012度，东经呢是95.521度。因为震源深度是比较浅，也就是10公里，所以这是这个地区近年来最强烈的地震之一。因为这个震源浅呢，所以的破坏力极大，所以整个地震震感就遍及了缅甸的全境，并且波及到了泰国中国云南、孟加拉这些邻国，所以这次地震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在泰国曼谷的一处工地，叫泰国审计署大楼。这个大楼在地震中是轰然倒塌。那问题是，曼谷的地震才3到4级，为什么这个大楼能倒塌呢？我们一会儿再做介绍那缅甸这次地震它位于欧亚板块和印度、澳大利亚板块的这个碰撞的边缘整体来说呢是一个地震的频繁活动带这次地震震中位于缅甸的中部靠近什阶省处于著名的什阶断层带上。这个什阶断层是一条重要的走滑断层，它是印度板块向北推挤欧亚板块而形成的断裂带类似于美国的这个圣安德烈亚斯的一个断层。那震中周边的主要城市包括曼德勒市就缅甸的第2大城市，距离震中大概110公里。再一个就是内比都缅甸的首都距震中大概250公里。再一个就是仰光缅甸最大的城市，距震中呢大概500公里。还有就是曼谷就是泰国的首都，距震中呢大概1000公里。那在历史上缅甸地区呢是多次发生过破坏性地震的在东南亚缅甸的地震是非常多的。比如说1975年的帕敢就是7.0级地震1991年的缅甸印度边界的6.9级的地震，还有2011年在缅甸泰国边界发生的6.8级地震当时也造成了150多人死亡。还有就是2016年的什阶地震6.8级地震造成了几十人死亡，很多的这个古迹都损毁。那么这次的7.7级地震应该说是缅甸乃至全球那么近年来最大的地震之一。所以这个地震呢其实震惊了世界。那么我们讲这个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刚才看的图片就来自于 USGS 它的社区强度图来说地震最大烈度呢达到了烈震就是最高级别，造成了严重的建筑物损毁接近8级了。那震中附近的区域整个建筑物遭受了重创，很多桥梁建筑物都倒塌，包括佛塔。那么在曼德勒就是缅甸第2大城市很多的建筑物也倒塌了，包括一些历史建筑一些宗教场所受损严重。但是我们根据 USGS 的这个强度和衰减图这个曼德勒地区的地震强度呢大概是7到8级，属于非常强烈的地震。而什阶地区和其他靠近震中的城镇遭受了更为严重的破坏。初步统计显示缅甸境内因为地震直接导致死亡的人数是超过了100人。所以这个教训就是这个损失还是非常大的。那么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视频惊心动魄的视频呢，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另外一个话题就是在我们刚才看到过这个地震衰减图那么在1000公里之外的曼谷实际上震级已经很低了。但是呢，正在曼谷建设的一栋30层的大楼摩天大楼是完全倒塌就是不可思议的倒塌。所以现场的人们已经是吓坏了就是整个这个大楼呢是尸骨无存。那这家大楼呢是大概30层，它所在的位置很多朋友可能都去过就在曼谷北边的这个火车站附近。在
这个大楼呢，大家可以看到啊，它封顶的时候呢，已经这个整个结构都已经结束了。现在玻璃幕倒塌的时候，玻璃幕已经挂上了。它是由中国的中铁时局和意大利的利泰发展有限公司啊组成的联合体承建的。工程的总预算呢是21.36亿泰铢，大概合4.2亿元人民币。那么根据我们刚才看到的目击者拍摄的画面啊，整个建筑啊在几秒钟之内就瞬间倒塌啊，堪比911，形成了巨大的这种烟尘的云。从这个图像上我们可以看到啊，建筑物的外墙的蓝色玻璃幕啊已经完工了，内部结构可能还在施工装修。所以整个建筑物倒塌的时候呢，现场工人呢是纷纷逃离啊，场面是十分凶险。据报道啊，当时在现场施工的工人有上百人，现在初步统计啊，埋到里边的有40多名工人啊，那么可能大部分都是中国工人。所以大家都有疑问了啊，按照地震波衰减规律啊，距离震中1000多公里外的地震强度啊，应该降至到4级左右。我们刚才看到过这个图表啊，这个强度啊，一般不足以导致按照现代建筑标准建造的建筑物倒塌，因为这是一个事实啊。我们看到在曼谷很多已经建成的建筑，它并没有倒塌，为什么一个在建中的建筑，在这么遥远的距离会这么短时间内完全倒塌呢？所以从建筑现场的图片来看啊，这个很有可能啊，这个确实是有一些建筑的质量问题，我觉得啊，比如说建筑设计问题。从现场倒塌图片来看呢，建筑啊已经安装了蓝色玻璃幕墙啊，就表明呢这个主体结构啊已经完工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建筑设计存在根本性的缺陷，比如说结构计算的错误、抗震设计不足或者关键节点设计不合理，都可能导致整体啊结构在地震力作用下迅速失效。从这个建筑看起来，这个倒塌情况啊是，反正视频拍摄到的呢是中低层的玻璃幕先碎裂，看起来呢是中低层的某一些梁可能先失效了，导致整个上面的压力都压下来了。那当然了，也不能排除建筑质量问题。即使你设计合理，如果在施工过程中存在偷工减料啊、建材强度不达标啊、关键节点的施工不规范，这些质量问题也会严重削弱建筑的抗震能力。那视频显示的就是几秒钟的完全坍塌，这种整体性失效啊，往往啊还是和结构关键部位的这个质量缺陷有关啊，也可能和设计有关。那当然，我们说啊，也不能排除这个共振现象，就是特定高度和结构的建筑啊，可能与地震波的特定频率产生共振。那么即使地震波经过长距离传输啊，能量已经大幅衰减了，但是呢，因为它的频率和建筑的自然频率接近，也可能导致这个结构大幅的放大，最终呢超过了结构的承载极限而崩塌。但是啊，从这个倒塌画面上看啊，这个建筑啊确实是整体性失效，所以啊，我们说呀，也不能排除结构共振这个可能啊。但是我个人倾向于还是有质量问题啊。结构共振，你难道就3、4级地震的情况下就挺不住吗？另外一个因素啊，也是大家不能忽略的，就是临时支撑的因素。虽然这建筑物啊，它外边这个玻璃幕墙啊已经施工完了，但是呢，它主体结构呢应该已经完成了啊。那么在内部啊，可能还有部分地区啊需要临时支撑。比如说呢，就是说机电设备安装区啊、特殊功能区啊，大家知道这个楼里边总有几层是承载重物的，那么这些梯如果支撑不当，也可能在地震中啊成了薄弱环节啊。所以呢，但是临时支撑不足啊，不足以让建筑物啊就是迅速完全的倒塌。那当然了，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昨天直播的时候说到这个地质放大效应，就是曼谷啊，它是建立在这个湄公河的这个大平原上的啊。那么在这个大平原上啊，就是它存在着一个，就是这种怎么说呢？就是这种冲积平原，它的地质条件是比较松软的，所以软土地层呢可能会放大地震的效应，就造成了所谓的盆地效应。那这个盆地效应啊，会增强它震动强度
实际上历史上啊，在墨西哥啊这些建在软土上的这个城市啊，都因为这种效应啊，在远距离地震中遭受过严重的损失。但是啊，在这个软土层上，不是只有泰国审计署这一栋建筑啊，整个曼谷都是建在这，为什么别的楼没倒，而你倒了呢？所以这些后边我们介绍了几个原因啊，包括共振现象啊、临时支撑啊、地质放大效应啊，我们是为了全面分析这个事儿啊。实际上呢，这个解释力是有限的。那我们最值得关注的是，就是在这个地震中，很多的这个就是无边游泳池、高楼上的游泳池晃的水都洒出来了，楼都没有倒，是吧？你其他在建的工地也没有倒，所以这个显著差异就进一步凸显啊，就这个特定建筑，泰国审计署这几十亿泰铢的这个建筑啊，它是有特殊问题的。什么特殊问题呢？那做豆腐的朋友都知道，有一个词叫豆腐渣，是吧？当然我们不能说这个建筑是豆腐渣工程，大家知道豆腐渣是不太稳定的啊。那曼谷作为一个现代化大城市啊，它拥有数百座建筑都经受过了这次考验。那唯一的就是说这座建筑没有经受住考验啊，离震中1000多公里啊，震强啊才4级左右就迅速完全的坍塌。哎呀，这不可能是由地震力单独完成的，有地震的因素，除非呀这个建筑也存在严重的缺陷。所以说呀，王志安啊，王志安，缅甸的地震啊救了你的命啊！王志安的铁杆粉丝们被 PUI 啊筛选完的这个铁粉们啊，那个汪汪叫的们，现在可以松一口气了。缅甸大地震造成泰国的中资大楼倒塌的问题会成为一个持续的热点，很有可能呢会转移一部分大家对王志安的关注啊，好吧，这是个题外话。所以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倒塌的时候这个完整的这个视频啊，这个角度还是比较清晰的。大家看到中下部的这个结构已经开始整个垮塌了。这种垮塌呀，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画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拆除建筑物的时候也发生过情况。那大家知道拆除建筑物的时候，那个定点的那个就定向爆破，它是怎么爆破的吗？它也是在建筑物的那个就是那个柱子上啊，从下部到上边埋不同的药，让下部的先坍塌，然后一层一层的靠重力压下去。关键，而这个就简直就像是定向爆破。所以这个事儿啊，是真的是非常恐怖的。估计啊，在泰国生活的，尤其是在周边见到过这个建筑物坍塌的人，他会做噩梦的。那么现在这个整个建筑啊，已经完全失效了。我们讲啊，就是正常设计的建筑，比如说土耳其的大地震，大家看到过。土耳其大地震也有类似的豆腐渣工程，但是那个倒塌的时候，它是整体倒塌的，很惊人啊！它整个楼咵一下这样倒的，那个楼它并没有碎，而这个楼啊是彻底碎了。所以我猜的啊，可能是就是中间的啊，中间层和底层某一些这个关键节点失效了，造成整个上面的重力压下来啊，就轰然倒塌。所以现在呢，已经造成了43到81人失踪，因为这个统计数字啊不可靠啊，没有完全统计出来，大概有40多中国工人可能是被埋在里面，他们生死未卜那这个整个的这个死亡人数啊，预计的可能这个很难挖出来了。那这个失踪人数啊，可能都快超过了缅北诈骗近年来的这个死亡人数了。所以泰国当局啊已经启动了紧急救援行动，但是这个救援工作呀，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还是面临很大挑战的。在这个图片上边，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幻灯上啊有很多的这个救援的图片。这个楼啊，我们为什么强调就是这个楼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发的图片里边这个结构的特点啊，看到这个结构特点了吗？这是主体，这是群楼，群楼这儿有一个圆形的结构，而恰恰我们打开我找到的这个卫星地图上的这个位置啊，我们看一下泰国审计署大楼啊，看到了吗？我们看一下，这是一个圆形的结构啊？我们如果把位置给大家抿过来，再做一个侧面的，可以看到这几乎啊和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图片是一模一样的啊，和这个图片是一模一样的。远处是火车站，看到了吗？是不是？就是这样的一个建筑。所以泰国审计署啊，
这钱是打了水漂了。帕东坦总理啊，刚刚访问了中国啊，就在我所在的位置几十公里外的哈尔滨啊，吃了哈尔滨的冰雪小吃，看了冰雕，和我们中国人民又有了几乎是鲜血凝成的友谊。但是啊，这个事儿他可就棘手了，他必须啊对泰国人民有个交代啊，这个楼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塌了？那当然了，裴东坦总理啊，他是有理由回复这个事儿的啊。我呢，那不是我在任的时候的事儿啊，因为这个楼啊是建了好多年了，疫情期间还停过，所以呢，在这个建筑啊，这个倒塌的事儿啊，是涉及到好几届政府的总理。大家知道泰国呀，更迭频繁是吧？所以在整个过程中啊，很多政府官员可能都脱不了干系。泰国呢也算是民主社会啊，它有一套追责体制，当然腐败也很严重了。那么在缅甸地震造成泰国重大伤亡这么一个黑色幽默下，泰国人民该如何自处呢？这不光是泰国人民的羞耻啊，也他们的受到的伤害啊，也是某大国啊他们自己应该感到的压力。地震是有压力是吧？我们讲地震造成的灾害更有压力。按道理说，这个地震波随着距离增加而衰减，这是个基本规律而这个地质构造呢又有断层，怎么就在泰国造成这么大问题？所以这个事儿缅甸现在全国已经进入了紧急状态，泰国呢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且呢国际社会包括国际红十字会联合国都已经开始提供援助了。但是缅甸现在依然是军政府控制国际救援呢可能面临相当的障碍这个军政府呢，因为缅甸整个是处于内战状态，所以呢我们讲即使是有国际援助，那么在这个援助面前能不能做到公平公正的分配这个资源也是一个难事当然来说呢在这种大灾大难面前整个国际社会还是表现出来这种所谓温情的一面还是要团结互助，共同应对挑战。所以对于缅甸这样的一个又穷又落后的地区来说，又发生了这么大的一起近年来最大的地震，应该说缅甸老百姓要受苦了但是曼谷的这个建筑物倒塌事件还是需要专业独立的第三方的来调查真正的原因，以避免类似悲剧再次发生。那这个事情无论结果怎么样对于中国的一些援外工程可能就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了，因为这会成为工程建设领域一个重要的案例。好吧，这就是今天的视频，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再见，拜拜。